这是2019年的北京地铁线路图，每天600多万人以平均36千米每小时左右的旅速穿梭在总长636公里的线路里。而在北京地铁2期建设规划中，到2021年，这个网络还将增长到近1000公里。过去30年，中国34个城市修建了5000多公里地铁，它们都是如何被设计修建出来的？中国的轨道交通根据客运能力划分了4类线路，搭配 A、B、C、D 等不同车型，车型的级别越高，车厢越大，能装下的乘客也越多。从这份国务院关于轨道交通的最新意见中可以发现，中国建设地铁的核心思路是量力而行、经济适用，因此诞生了被称为小编组高密度的设计理念，试图使用短编组列车高密度运行，降低车辆采购和站台建设成本。所以，即使在全国地铁客流量最大的北京，地铁列车大多仅为6节 B 型车，即使把人挤成海绵，也最多只有2087个人。而在7点半到8点半的早高峰，5环外的地铁站们有近100万人在等待上车。相比之下，纽约的地铁编组一般为8到10节，而东京的 JR 山手线更是使用了长11节的1235系列车以提升运力。除了增加车厢，合理的地铁网和换乘站规划也可以缓解客流压力。北京地铁选择了7盘式的布局，这种布局的好处是增加了换乘站。假设每一个站都是换乘站，那么去任何一个站都只要换乘1次。但7盘布局牺牲了郊区出行的体验，比如从燕山站到顺义站就需要换乘5次。而南京地铁则优先选择了郊区。早在2014年市区线路尚未成网时，南京就开通了通往远郊的 S1 和 S8 线，并规划了延伸到周边乃至安徽境内的大量郊区线路，扩展南京的城市空间。但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，北京早期建设的13号线就因为偏离中关村软件园发展方向且运力不足，被决定拆分。这些地铁线路由各市发改委申报，经过省级发改委审批就能开工了。最简单的施工方法是明挖回填法，只需要在地面上挖出坑道施工，然后回填。北京在上世纪60、70年代修建的地铁1号线和2号线就使用了这种方法，为此还拆除了北京的城墙。现在地铁隧道挖掘普遍采用盾构法，用盾构机挖掘隧道。盾构机大概长这样，前面是用于掘进的刀盘，刀盘后面是隧道管片安装模块。施工时，先在地面上挖掘出发井，然后调入盾构机。盾构机刀盘旋转向前推进，刀盘上的刀头将前方的泥土破碎，变成泥浆送入后面的传送带中运走。后方的安装模块则将管片安装到新挖好的隧道壁上，一条隧道就修好了。除了隧道，每条地铁线路都还需要建设停车场，称为车辆段。通过车辆段与地铁相连，用铁路把列车运进地铁。如果等不及了，甚至还可以动用运输机整列空运。再经过配套设施的安装和调试，一条地铁就差不多可以开通了。地铁很难赚钱，通常需要政府的补贴弥补亏损。2013年，北京地铁就亏损了28.89亿，但也有例外。2017年，香港地铁赚了100多亿港币，这是因为香港地铁在修建新线路时会同步开发沿线房地产，从而获得土地增值收益。但是对于大部分城市，拥有地铁仍然是奢侈的。尽管新建1公里地铁的成本已经超过7个亿，但是这依然无法挡住各大城市修地铁的热情。在2003年的国务院文件中，只要城区人口大于300万，公共财政收入大于100亿 ，GDP 大于1000亿，就能申报建设地铁。于是，南通、洛阳、包头等城市也纷纷上马了地铁项目。但在2018年，国务院更新了地铁建设申报标准，比03年的门槛翻了3倍，打碎了很多城市的地铁梦。对于那些囊中羞涩的地方政府，想要圆梦就要另辟蹊径了。2016年出现的巴铁就曾经让许多地方重燃希望。这种2亿架在公路边的新式设计，号称每公里造价仅2000万元。然而过了不到1年，巴铁公司的董事长就因为涉嫌非法集资被刑事拘留。巴铁火的时候，这个人挺多的，全国首创，也都挺有意思。哪知道现在随给拆了。我是聂童宇，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，欢迎转发支持我们。你可以在微博、微信、B 站、极客搜索回音针 Paperclip 关注我们。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，回复地铁，可以获得一份08版轨道交通建设标准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